大禹朝破庙内。用力，快，用力，用力，很快就能看到头了。沈飞感觉身体一阵疼痛，肚子里好像有个东西在蠕动，下身更是有一种被撕开的感觉。他妈的，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谁在揍他吗？怎么会这么疼？这怎么回事？难道他在生孩子？不可能，他怎么会生孩子呢？一定是在做梦。生了，终于生了。沈飞只看了一眼小婴儿，人就昏迷了过去。唉，也是个可怜的孩子。中年婆子离开之后，回到了破庙的主屋，这里的环境明显要更好一些。哎，马婆子，那臭丫头死没死啊？孙家的，不管怎么说，那也是你家的孩子，你就真这么忍心，就连看都不看一眼啊？我呸！那个死丫头已经被我们赶出家门，我们家可没有那么不要脸的姑娘。那个小贱蹄子真是丢了我们孙家的脸，还想我去认她，门都没有。母亲，这粗鲁的话可不要再说了。陈氏看了一眼大儿子，乖乖地闭上了嘴巴。沈飞迷迷糊糊之间，感觉有东西滴在他的脸上，他努力地睁开眼睛，看到的依旧是破旧的房屋。沈飞挪动了一下身子，就感到身体一阵疼痛，而且好像还有东西从自己的身体里面流出来。我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用手摸了摸，竟然是血。身上的疼痛感提醒着他，这不是在做梦。原来刚刚生孩子的片段不是做梦，而是真实的存在。沈飞翻转身子，就看到了一个青紫的小脸。沈飞吓了一大跳，我操，这是个小怪物吧？想到他好像生孩子来着，啊，这该不会是他的崽吧？长得未免太潦草了些。突然感受到眉间发烫，沈飞用手轻轻地按压过去，就感觉到脑中刺痛，然后在他的脑海里就出现了他的高科技动植物研究实验室。沈飞大喜，难道他的实验室也跟着过来了？这真是意外之喜呀！沈飞在后世网络文学更是发达，他也是看过不少小说的，什么空间呀、系统呀，千奇百怪的。那他这个是什么呢？他要怎么进去呢？沈飞开始研究。我要进去。芝麻开门。嘿，系统都是毫无反应。沈飞有些失望，难道这个东西只能看不能用？沈飞看着怀里的娃一眼，这小脸青的，要是实验室里的药剂能拿出来就好了，他的崽崽就能改善一下体质了。否则按照这个时代的生存环境，他们娘俩没准就要嗝屁了。这时候沈飞面前的地上突然出现了2管药剂。沈飞不相信地揉了揉眼睛，想确认这是不是真的。药剂出现之后，实验室的货架上就少了2管改善体质的药剂。沈飞伸手把改善体质的药剂拿起来，毫不犹豫地就喝了一支。这东西是他亲自研究的，他自然知道这东西的作用。正巧他刚刚生产完，身下还有恶露排出，就是这个糟糕的环境，他都担心自己大出血死了。沈飞喝下药剂之后，很快就感受到了身体在加速愈合。看了一眼怀里的崽崽，沈飞没有犹豫，直接打开另一只凑到崽崽的嘴边。崽崽可能也是饿了，他生出来这么久，这个不靠谱的老妈约了2次也没有想起来给他喂奶。现在有液体滴在嘴边，小嘴本能地开始蠕动。沈飞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给崽崽喂了药剂。小可怜儿，你说咱们娘俩怎么办好呢？沈飞已经接受了原主的记忆。原主名叫孙梦夏，是个年纪14岁的小姑娘，因为未婚先育，娘家嫌弃她丢人，被扫地出门了。未婚夫也因为她婚前失贞，立即退了亲。现在看她更像是犹如看仇人一样。沈飞一想到原主的年纪就想骂人，是哪个天杀的不做人，这么小的女孩就能下得去手？这要是在21世纪，可是妥妥的未成年人呀。不过谁让这是古代呢？好多女子也都是13、14岁就成亲了。她们之所以在这里，也是因为这是由北地去往京城的路上，
在半个月前，孙家刚接到消息，新皇登基大赦天下，他们这些流犯也在大赦天下的范围内，而且新皇重新审理了孙家的案子，孙家有可能恢复爵位。孙家原来可是长安侯府的人，要不是老侯爷受人连累得罪了先皇，也不会有被剥夺爵位、全家流放的下场。现在终于可以离开那苦寒的北地了，整个孙家都是喜气洋洋的。沈妃这个让家族蒙羞的孕妇也就跟着一起回来了。不知道孙恒夫妇是因为什么原因，要说陈氏心疼女儿，可是平日里对她也没少打骂。要是不心疼，这次回京竟然也没有把这个大肚子的女儿留在北地，一路上也会偶尔送点干粮和水，但每次给的食物又有一股怪味儿。沈妃想到这里，胃里就是一阵翻涌。今天也是碰巧遇到下雨，他们正好遇到了破庙，谁曾想沈妃竟然生产了。沈妃也不知道原主是不是足月生产的，总之在生产的时候，沈妃莫名其妙的穿了过来，直接喜当娘。仔仔吃过奶之后，加上喝上了药剂，脸色红润了一些，至少没有那么吓人了。小小的一团，现在已经睡着了。此时破庙的主殿内，孙家、林家、王家三家都在主殿休息，三家分别是分了3队。这3家原来也都是有来历的。孙家是侯府的，算是原来身份最高的人家。林家的大老爷也是3品大员，林家是书香门第。王家要弱一些，王老爷只是京中的6品小官，当年流放的时候在路上死了不少人。可10年过去了，3家也都生了不少孩子。7岁的孙展祥一直很担心沈妃，毕竟他几乎是沈妃带大的。娘，咱们去看看姐姐吧，她生产过后怎么一直没有动静呢？都说了，那不是你姐姐，你以后啊少管她。娘，那怎么不是姐姐呢？我们是亲姐弟呀。娘，你就帮帮姐姐吧。他们都说姐姐是个不检点的人，没成亲就有了娃娃。可她是知道的，姐姐很喜欢未来姐夫林宇环的，两人原来的感情就很好，又是幼年定了亲，怎么会转头就和别人有了首尾？这里面一定有原因的。夫君，蒋哥说那丫头不对劲儿，这么长时间了也没个动静，咱们要不要过去看看？那个死丫头，我管她死活呢。哎，夫君，可不能让她死了呀！如果咱们家能恢复侯爵的爵位，那丫头要是死了，那京中的那个孩子可怎么办呀？那你过去看看她死了没？还有啊，看看那个孽种是男是女。孙恒是恨不得沈妃死了，但不能是现在，要等到进了京中换了户籍才行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样了？沈妃看着突然跑过来的小孩子，在记忆中找到，这位应该是原主的弟弟。祥哥，姐姐，这是你的孩子吗？怎么这么丑啊？等长开了就好了。哎，是男是女啊？男孩。喏，吃吧，别饿死了。哦，还有啊，明天雨停了我们就要上路，你别想着我们会等你啊。明天你们走吧，我要休息几天。那不行啊，你明天也得和我们一起上路。我现在的身体也不适合赶路，要走你们走吧，我自己留下。陈氏上下扫视一眼沈妃，怎么感觉这贱丫头哪里不一样了呢？竟然都敢反驳她了。我劝你最好乖乖和我们走，你的户籍和录影可都在我们手里，如果不和我们一起走，你就是黑户，是逃奴，会被抓起来的。沈妃这才想起来现在的狗屁制度，这么说她现在的人身自由还没有了呗，真是太晦气了。陈氏看到沈妃沉着脸不说话的样子，心里就一阵得意，还想和老娘叫板，准保给你治得服服帖帖的。祥哥，走了。孙展祥偷偷地在沈妃手里塞了2颗糖，然后也跟着陈氏离开了。沈妃有些懊恼，是了，她现在还没有出嫁，那么户籍都在孙家那里，而且这是古代，没成婚的女子也没有能单独立户的，那这就麻烦了，她这完全是受制于人了。沈妃看了一眼怀中的小不点儿，她的户籍要怎么办？这时候没有身份就没办法分田地，更何况是以后参加科考呢？不行，
他不能受孙家的钳制，也不能让仔仔跟着受委屈。他要有个身份，或者是给仔仔一个身份，一个可以在这个社会安身立命的身份。唉，也不知道你爹是谁，否则咱们还可以找过去，去吃大户。那丫头怎么样了？死没死？娘，那丫头还有一口气呀。娘，您放心，就让她活着到京都，以后怎么样随您处置。好，就让她跟到京都。哎，好，多谢母亲。那个老钱婆子，你等进京的，要是财产归还，我还敬你是我的母亲，否则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。孙恒的姨娘在发配的路上没有熬过去，窦老夫人却是身体硬朗得很，好好的坚持到了北地。孙恒每每想到这里，就恨老天没眼。孙家一共是3房，大房和2房都是嫡出，更是窦老夫人的亲生儿子。孙恒在孙家没有老侯爷的宠爱，自然要在2兄弟的手底下讨生活。所幸在北地，大家都是流犯，不分嫡子和庶子，那都是一视同仁，都要干活。孙家也过了几年的平等生活，但现在又不一样了。这次回京之后，这嫡庶的身份可是很讲究的。孙恒也是又开始在窦老夫人面前讨巧卖乖，陪小心。哎，夫君啊，你说那死丫头的孩子到底是谁的？咱们在北地的边境，胡人也常来清洗，没准儿是胡人的孽种。这个死丫头偏偏出了这档子事儿，倒是让她连累了咱们家的名声。不着急，等回京就好了。夫君，都听你的。天色渐黑，雨下得又大，这时候陆续就有人来破庙避雨。主庙现在已经聚集了很多人，因为这些外来的人没有地方去，只能跑到偏殿。沈飞抱着孩子坐在角落，新来的几伙人看到沈飞母子俩还有点惊讶，好奇他为什么独自在这间房，而且这里还有浓重的血腥味道。但外面的雨非常大，他们也别无选择，有的人直接找到了角落坐下来躲雨。这时候沈飞就见到一个穿着有些讲究的妇人走了进来，他看到地上的血迹，皱了皱眉头。平安，过来收拾一下。好的，方姑姑。很快平安就把破庙内的血迹打扫干净，方姑姑见此满意了几分。他这才走进主庙，然后沈飞就见到他扶着一位病重的年轻公子走了进来。沈飞抱着孩子，看到那个走路都喘的男人，也很不理解，这都病成什么样了，还出门做什么？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算了。可能是沈飞的视线太过灼热，或许是年轻公子眼睛本身就很锐利，他一下子就发现了在墙角的沈飞，发现是个脏污的女子，视线就收了回来。血腥味儿有点重。公子，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有血迹，可能是有人受过伤吧，只能先委屈您在这里避避雨，您的身子可不能再淋雨了。扶我去那边吧。等他慢慢走近，沈飞感觉有点熟悉，可是自己应该不认识他呀，难道是原主认识他？要不然怎么解释？唐之灵睁开双眸，就看到了一双湿漉漉的眼睛看向他，他的心就是一震。这双眼睛他是不是见过？不，应该不会。沈飞有些羡慕地看着唐之灵的衣服，还有他屁股下的虎皮褥子。这衣服要是能给仔仔就好了，他现在真是穷得叮当响呀。唐之灵刚刚以为这女人是在看他，最后发现不是。他看他衣服的样子，那羡慕的表情完全显露出来。再看到他窘迫的样子，唐之灵给方姑姑使了一个眼色。沈飞并不知道唐之灵的安排，他现在正在查自己的空间实验室。虽然他很想试验一把到底能不能进去，可是破庙里的人很多，他不敢轻易的尝试。他知道可以把东西拿出来，只要心里默念就好，实验室里的东西就会出现在眼前。可是能不能把外面的东西放进去呢？他手中拿了一把草，在心里默念，放进去。突然他手中的草就消失了，再看实验室，发现那草就在里面。沈飞有些激动，他现在非常想试验自己能不能进去，还有他的仔仔能不能进去。可现在不是时候。姑娘，这是我的衣服，你要是不嫌弃就拿去穿吧。
还有这个啊，是个小被子，也可以用来包你的孩子。多谢您了，婶子。方姑姑见到沈飞笨手笨脚的，而且小婴儿就连尿布都没包，破布里面就是光溜溜的小身体，心里就有些酸涩。这小婴儿让她想起了自己早夭的孩子。姑娘，你这不行啊，这孩子的尿布都没包呀。婶子，那你教我怎么做？你等着，我再去拿点东西过来。沈飞和唐之玲尴尬地互相看了一眼，躺在虎皮褥子上的小崽崽瞪着瘦弱的小脚，小鸡鸡正对着唐之玲。唐之玲尴尬地咳嗽一声，用原来那块破布把小崽崽的小鸡鸡给盖上了。沈飞也有些不好意思，孩子是方姑姑放过去的，现在他也不好过去移动。算了，还是等方姑姑过来吧。方姑姑进来之后，就见到了两人诡异的气氛，但在看到小崽崽努力蹬腿的动作，她也没有管两个大人。方姑姑的手脚很麻利，飞快地裁剪了几块尿布。姑娘，你看着点，这样包。沈飞看得非常仔细，小婴儿的肚子这里啊，一定要包好，还有脐带这里也要注意。多谢婶子了。这几块布你也拿着，留着给孩子换着用。你要勤换着点儿，防止他尿了。小孩子的皮肤很嫩的。沈飞就像小鸡啄米一样，不断地点头。唐之玲见状也是觉得有意思，她还是第一次见到刚出生的孩子。府里的两个哥哥成婚多年也没有孩子，不过就算有，她也不会亲近的。她现在就感觉到生命真的神奇，这对母子那么艰难都还活着，她又有什么理由放弃？迷糊之间，沈飞听到了外面的打斗声，还有武器的碰撞声。他一个机灵就坐了起来，怎么回事？这时候，一个黑衣人突然从房顶掉了下来。哎，这人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冲他来呀？武阳、武丹，快来保护公子！公子，小心！帮我抱着。然后手里拿出了一个玻璃器皿，里面是黄色液体。沈飞直接泼在了黑衣人的面门上。我的脸！我的眼睛！你这是何物？怎么如此厉害？哼，还想欺负姐？你们谁敢过来，就跟他一样的下场。公子，属下来迟，还请公子责罚。无事。然后就直勾勾地看着沈飞。这个女人很不简单，出手也很辣。这暗器能让人直接烂脸，量再大一点的话，人头怕是也化掉了。啊，敢问小姐，这是什么暗器？竟如此厉害？就是普通的药水。这时候，武阳抬头看了看公子和这名脏污的妇人，心里有些疑问。但等他看到公子怀里的小娃娃后，更是吃惊地张大嘴巴。公子竟然还抱着个孩子。谢就不用谢了，咱们扯平了。哦，好。公子，人都被制服了。武丹、武阳，这些黑衣人一定要好好的审一审。平安，咱们也快点出发吧，准备回京。好的，公子，我这就收拾东西。沈飞走了10多分钟才来到河边，开始给孩子洗尿垫子。只是上面黄澄澄的粑粑真的不好洗啊。沈飞想起了他平时也会放一点生活用品在实验室的，他看四下无人，就在心中默念：我要进去。可是他依然在河边，没有消失。他看了看身上的小崽崽，然后把它解下来，放在离河边远一点的地方，然后心中默念：我要进去。然后整个人就消失了，直接出现在实验室里。沈飞非常高兴，他东摸摸西看看，兴奋得不得了。摸索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是来找东西的。沈飞急忙奔向生活区，这里会放一点他的生活用品，可是也不多，都是临时用的。好在有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，洗衣皂、洗脸皂还有洗手液，这些基本的东西是有的。还有2提手纸和3大包卫生巾，都是这些最基本的东西。剩下能用的真是毛都没有。沈飞有些懊恼，那这个空间实验室还有什么用啊？除了放点东西就没啥了。而且这个实验室除了自己，好像其他的活物都进不来。好在这里能看到外面的情景。沈飞听到远处有脚步声，急忙拿起了一块肥皂，从空间实验室里出来。沈飞飞快地把孩子抱起来，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，
然后弯腰蹲在河边，快速地把孩子的尿介子洗干净。来人是一名中年妇人，她看到沈飞背着孩子就转身离开了。原本她就在下游洗菜，听到了小婴儿的哭声才走过来。沈飞洗完之后就往回走。哎，你个死丫头，到哪里去了？到处都找不到人。昨天晚上不还半死不活的不能起来吗？这今天怎么就可以走了？哼，就知道这丫头是装的。沈飞看着陈氏，仔细打量着她的容貌，想找到她和原主一点相似的地方。死丫头，看什么看？他走到陈氏身边，不着痕迹地从她头上拔了一根头发下来。娘，你是不是在关心我呀？哎，你这死丫头，你靠我这么近干什么？好了，你准备好了，吃过早饭，咱们就启程。沈飞看着手中的头发，默念道：“放进去。”沈飞背着孩子，主动来到了主庙。他循着记忆开始寻找，最开始就对上一张老脸。谁允许你过来了？离我们孙家远一点。梦夏，你这都已经被赶出家门了，就不要回来了。堂妹，你在看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不相干的人就不要来我们家找没脸了。沈飞算是看出来了，原主这一家人都是嫌弃原主的，不仅仅是他名声的事情，应该还有其他原因。阿姐，给你馒头吃。谢谢你，香根儿。姐姐，你蹲下来，我看看我的小外甥有没有长大一点。好，姐姐蹲下来，你看看你的小外甥。唉，阿姐，没有变好看，还是那么丑。他还小，过段日子就好看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希望小外甥和我长得像一点。不是都说外甥像舅吗？香哥，过来吃饭，不要搭理不相干的人。阿姐，我先回去了。好，你快回去吧。沈飞看到众人都在吃饭，也没有人搭理他们母子俩，于是一个人往树林里面走。沈飞走得远一点，然后把小崽子放下来，然后用衣服包起来挂在树上。他飞快地进到实验室，然后拿起陈氏的头发，又从自己的脑袋上拔了一根头发，开始做实验，验 DNA。他的速度很快，加上在实验室里就能看到外面的情况，所以也算安心。终于在半个小时后出现了结果。沈飞不得不感叹他的直觉，他真不是陈氏亲生的孩子，俩人没有血缘关系。沈飞的脸蛋就是小巧的鹅蛋脸，陈氏的脸型也是这样。孙恒、孙展鹏、孙展祥都是方脸，就连能有一点相似的陈氏都和他没关系，那其他人也就不用验了。这也就解释得通了，他不是孙家的孩子。沈飞从实验室里出来，然后又把孩子绑到身上，慢慢走回破庙。此时三家人都已经吃好了，而且就连行李也都放在了骡车上。孙家这些人就只有2辆骡车，一辆安置行李，一辆是老人和孩子坐的。沈飞无视其他人异样的眼光，直接坐到了骡车上。你这不知廉耻的女人，谁让你坐在骡车上的？孟雪，你很快就会是侯府正宗的嫡女，说话要注意一些，不要和不相干的人说话。老大家的，等到了京城，孟雪的规矩要学起来了。沈飞抱着孩子直接往里面挪了挪，坐在了最中间的位置。陈氏，你还不来管管？哎，孙梦夏，你还敢坐车？你真是胆子肥了！你快下来啊，那车还是你能坐的。娘，你确定我是孙梦夏？你这死丫头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不是孙梦夏，还能是谁？哦，是吗？我还以为我不是这个家的孩子呢，要不然孙家怎么会对我这么狠心？还不是你自己不检点不要脸，否则家里怎么会舍弃你？对，你二妹说的对。好，真是这样吗？那你们说，如果皇帝知道你们孙家当年换了流放的孩子，这欺君大罪，皇帝还会不会赦免孙家？陈氏的心就是咯噔一下。住口！你在瞎说什么？哎呀，梦夏，你呀，你就是气性太大了，什么胡乱的猜测你都敢说，这可是杀头的大罪，可不行说了啊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要想坐就坐在这里吧。沈飞也不过多的纠缠，心安理得的坐车。
窦老夫人虽然没有继续阻止，但心里也在想着除掉沈飞的方法。嘿，还真别说，这白馒头越嚼越甜，特别是饿了的时候。哎，大豪姐，你在吃什么？好吃吗？沈飞看了这个小屁孩一眼，没有搭理他。这小子难道还想抢自己的馒头？大堂姐等到京都，我们就有大房子住了，到时候就会把你赶出去的。不过你要是等我一半，我就不赶你走。沈飞没有搭理他，三下五除二把剩下的都塞到了嘴里。你这死小子，就一个破馒头，有什么好馋的？早上给你吃，你都不肯吃呢。大堂姐的馒头不一样，和家里也不一样。孙梦雪瞪了一眼沈飞，开始哄弟弟。窦老夫人一直在假寐，听到争吵掀了一下眼皮。孙战旗立即闭嘴，不敢再哭闹。这时候沈飞怀里的小崽崽醒了，开始哇哇的大哭起来。沈飞没有带孩子的经验，就开始左摇右晃，想要哄好他。可是小崽崽的哭声越来越大，吵得窦老夫人脑仁疼。你就不能打开看看这小子是不是拉屎了？沈飞一拍脑门，确实是啊。他急忙把小崽崽的包被打开，然后又解开小崽崽的尿介子，顿时就有臭味散出来，尿介子上更是黄澄澄一片。小崽崽拉了好多粑粑在上面，都是稀的，还淌溜儿。顿时车上的孩子们都往旁边挪了一下。沈飞也有点嫌弃，他笨手笨脚的开始给小崽崽换尿布，一手还拿着那个尿介子。谁知道正赶上地面有个坑，骡车一颠簸，车上的人都弹了起来。沈飞手里的尿介子没拿稳，一下子就飞了出去。啊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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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祖母，你的脸上都是屎。是呀，都淌下来了。窦老夫人实在是忍不住，气晕了过去。怎么回事？是谁在喊叫？等看到骡车上的母亲，也是又急又气。大侄女儿，这是你做的？大伯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地上坑洼，骡车颠簸，这都是意外。孙梦夏，你到底会不会擦？大伯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，还需要你打点水来，我才能擦得干净。沈飞真不是故意的，虽然他不太喜欢这个老太太，但他真的没想让她呼一脸屎。因为沈飞这个小插曲，骡车不得不停下来。沈飞背着孩子，亲自给老夫人洗头洗脸，洗了3次之后，众人才觉得洗干净了。老夫人这时候也醒了过来，看到沈飞还在她眼前晃悠，立即暴喝出声：滚！滚啊！你给我滚！祖母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滚！快从我眼前消失！沈飞见状也知道不能在一个骡车上坐着了，于是寻摸了一下，就向前面拉行李的骡车走去。大伯，我就坐这儿吧。祖母生气了，那车我是坐不了了。就没见过比你还厚脸皮的人。骡车再次上路，虽然路上的小插曲耽搁了一会儿，但影响也不大。此时窦老夫人恶狠狠地看着前面的骡车，眼中淬了毒一样。这个假孙女是不能留了，一定要在进京前除掉她，而且还要做得无声无息才行。想到了她也是才生产完，如果突然大出血也不是不可以，这样王家和林家也察觉不出异样。窦老夫人想到这里露出了笑容，这件事还得避着一点老三一家，毕竟他们还等着回京恢复身份之后认回亲女儿呢。他们当然希望这个小贱人活着。这个孙梦夏原来就不是侯府的孩子，而是他奶娘家的孩子。但是抄家流放的时候，陈氏和奶娘把孩子给换了。原主那时候才4岁，不记得事。孙恒原本就不是窦老夫人的亲儿子，就更不会关注他的姑娘有没有调包的事情了。等窦老夫人知道这件事情以后，已经晚了，他们已经在流放北地的路上了。于是孙家众人只能跟着隐瞒，因此孙家这些大人都知道孙梦夏不是孙家的孩子，只有这些晚出生的小孩子才不知道。老二，
你去前头把你大哥换过来。好的，母亲。呀，你就真打算放过那个死丫头？这件事你别管了，我自有安排。祖母，孙梦夏怎么能单独住一间房？咱们这么多人却要挤在一起，我不干。窦老夫人一个眼刀子过去，就让孙梦雪闭嘴。好了，就按照我的吩咐来做。王家和林家的人虽然觉得很奇怪，但什么也没说，这毕竟是孙家自己的事情。沈飞抱着孩子坐在客栈的床上，心里也在怀疑，这老太太不像是那么好的人呀，态度怎么变了这么多？不过沈飞没有时间多想了，小崽崽饿了，开始哇哇的大哭起来。沈飞还真是个粗心的母亲，她觉得自己一天吃3顿饭就行了，也就一天喂奶3次。小崽崽原本是不喜欢哭的，可是口粮等了好久都没有，只能嚎起嗓子提醒沈飞要喂奶了。沈飞没办法了，直接给小崽崽喂奶。小崽崽吃的真是狼吞虎咽的。沈飞觉得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，还真是贴切。就是小崽崽还没有名字，总不能崽崽崽崽的叫，有点太随便了。沈飞想了想，对着小婴儿说道：你是我的小宝贝，希望你以后能有福气，就叫你福宝，好不好呀？福宝，福宝，你喜欢娘给你起的名字吗？小福宝毫无反应，还是大口大口的喝奶，好似害怕有上顿没下顿一样。福宝吃完奶之后又睡着了，沈飞把他放在床上。是谁？客官，我是来给您送餐的。隔壁房间的老夫人说你们要单独在房里用。小二哥，我想要一盆干净的水。哦，稍等，这就送过来。沈飞觉得是那老太太觉得自己让他没脸了，就不想看到他了，于是也不自讨没趣，自己和福宝一起还更自在呢。沈飞坐在桌前开始吃饭，他的身体已经经过药剂改善，因此也不害怕这里面放了毒药，很快就把桌上的饭菜一扫而光。小二又咚咚咚地开始敲门，进来之后还特意看了一眼桌上吃光的饭菜。客官，您要的水来了。哦，好，放下吧。小二把桌上的餐盒收走，然后关上房门离开了。沈飞看到了小二的动作，他慢慢地感受身体，发现没有任何异常。难道是自己多心了？算了，走一步算一步吧。沈飞快速地用水给福宝擦了擦，然后又把尿垫子洗了之后，就转身进了空间实验室。沈飞白天睡得太多了，一时半会儿还真不困。他直接来到了卫生间，看到镜子中的自己还真是脏污一片。他在卫生间洗了一个热水澡，身上的衣服实在也是太脏了，他直接在卫生间就洗了，然后直接披了一件做实验的无菌服给自己遮挡。沈飞现在非常好奇，这个实验室怎么一起跟着过来的？他们实验基地是个动物研究基地，几个师兄研究的课题也不一样。他的主攻方向是人类，研制的药剂也是针对人类的。方诺师兄就是动物方向，特别是针对家禽一类的，例如猪饲料，能让猪吃了长得膘肥体壮的药物。他记得实验基地的饲料就不少，还有惠恩世界是研究植物的，一些农作物的药剂都是他研究的方向，治疗病虫害什么的，除草的，增产的，什么方面的农药都有。沈飞看着实验室的门走了过去。沈飞吃惊地看着外面，发现实验基地跟着过来了，他高兴地蹦了几下，这一下不用愁了。沈飞自己研究的东西在这个古代不是很实用，但师兄师姐的却很合适。他急忙跑到1楼看看库房，他记得1楼的库房堆了好多肥料。他打开库房门，发现还真不少，一边是家禽吃的饲料，还有治疗动物的药物。他从前听师兄念叨过，这动物也是极容易温病的，这药物都少不了。另一边就是各种种子、化肥，琳琅满目的，沈飞也不是很懂，不过这些东西应该也能有用。沈飞高兴地出了空间，又换上了新洗的那身衣服，因为他在1楼的洗衣房里用了烘干机把衣服烘干了。沈飞现在真是美滋滋，
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小佛宝不能跟着一起进去。第二日，沈飞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。窦老夫人早起后看到完好无损的沈飞，眯了眯眼睛，然后像是没有看到他一样转身离开。阿姐，你变得好香啊！有吗？我怎么没闻到？翔哥，过来，不要搭理不相干的人。孙展祥看了看沈飞，又看向母亲，然后跑了。老大，怎么回事？昨天小二不是说那丫头把饭菜都吃了吗？这丫头怎么还是活蹦乱跳的？娘，是不是咱们的药量小了？那红花的反应慢一些。今天的饭菜药量再加上一些，不能让她好好的进京。开门，三少爷回府了。快去告诉夫人，三少爷回来了。哎呀，夫人，这三公子回来了。那个病秧子怎么回来的这么快？夫人，这三少爷是刚进院子的，老奴去打听看看。不用你亲自去，派一个机灵的丫头去就成。是。病了那么久的身子，怎么就没直接死在外面呢？公子啊，您都饿了吧？我这就去大厨房给您取一些吃的回来。好，有劳方姑姑了。公子，热水已经准备好了。唐之灵步伐稳健地走进浴盆，缓缓地坐了下去。此时的他没有白日在外那么虚弱，闭起眼睛，蓦地就想起了前几日遇到的妇人和那个小婴儿，想起那双熟悉的眼睛，努力回想从前是在哪里见过他呢？他轻轻地按了按太阳穴，一丝疼痛袭来。哎呀，不知道头痛的毛病什么时候能好，也不知道丢失的那半年记忆什么时候能想起来。公子，国公爷过来了。亲，那丫头有点邪门，吃了那么多毒药，一点事儿都没有呀。算了，那丫头先别管了，咱们还是先进京才好，不能节外生枝。孙膑点头，他现在都不敢对上这个侄女了。吃了下了毒的饭菜，自己毫无反应不说，就是那吃奶的小崽子都屁事没有，还活着呢。母亲，我觉得那丫头应该是吃毒药吃多了，人有些傻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母亲，您观察看看就知道了，她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。毕竟咱们下的毒有好几种呢。王主播，还请问一下，我们孙家是否可以换户籍了？还有圣上是否对我们孙家有其他的安排？原来是窦老夫人，我这就给您换户籍。还有圣上这次开恩，返还了孙家在长青巷的宅子。孙膑听到这样大失所望，长青巷的宅子就是个3进的小宅子。孙恒夫妇也是很失望，这么说不仅财产不能返还，爵位也没有了。原来赏赐的诺大侯府已经收了上去，就是陆氏等人都非常失望。孙家原来的爵位可是世袭罔替的爵位。窦老夫人，这是长青巷的房契，还有换好的户籍。孙家人太过震惊，谁都没有去接房契和户籍。王大人，我想问一下，我是外嫁女，现在户籍还在一处，能不能分开啊？在北地的户籍怎么没有分开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孙家众人都在失望侯府的爵位没了，没有时间大力审妃。就是孙恒夫妇也没有阻止，孙府没了爵位就没必要多此一举了，毕竟换人也是有风险的。孩子的父亲一家都被胡人给杀了，那个时候孩子还没有出生，我那时又是流犯，所以户籍很不好变动。王主簿看着沈妃小小年纪还抱着一个出生不久的小婴儿，也起了恻隐之心。那给你单立户籍，你家没有男丁呀，只有一个女人是没办法立户的。沈妃立即扒开小福宝的尿戒子，把小鸡鸡露了出来。大人，你看，我儿子是男的。好吧，这还真是个小男人。不过想到两人又没有田产和房屋，这户籍要落在哪里呢？大人是哪里不妥吗？你们没有田产和房屋，
又怎么落户？大人，我是不是可以分田地呀？你看，我们家只有我们2人。你跟我来，我给你安排一个地方。好，多谢大人。母亲，孟夏那丫头是不是？那丫头的事情不用管，现在当务之急是拿回户籍，再打听打听京城的形势，还有爵位的事情，看看还有没有活动的空间。是啊，就算把侄女给弄死了，她也不是侯爷，不是世子，有什么用呢？王叔，真是多谢你了，你就是我们母子的大恩人，以后啊，你就是我的亲叔，我一定会孝顺你的。真没看出来，姑娘甚是会讲话。行，老夫就认了你这个侄儿了。王主簿说这话的时候，还看了一眼孙膑众人，别以为他没看出来，这位曾经的长安侯世子可是很看不起他的。窦老夫人，这是你们的新户籍和房契，你们要是不要，我就收回去了。孙膑走了过来，接过户籍和房契。多谢王大人。好了，本官事务繁忙，就先回去了。阿姐，你不和我们一起回家吗？祥哥儿，我现在是外嫁女，咱们以后就是2家人，我就不和你们在一起生活了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。阿姐，就你和小外甥一起怎么生活呀？还是和我们回家吧，要是离开了我就见不到阿姐了，我想你了怎么办？祥哥儿，不用担心我。还有，咱们都在长安城，等我安顿好了就接你来家里玩。好，阿姐，那你可说话算话啊。一定。母亲，那丫头要怎么办啊？先不管她身上没钱，又带个孩子，活不了多久。长安耳目众多，不必为了她脏了自己的手。现在当务之急是查查咱们家爵位的事情，看看是否有其他人阻拦的手笔，还有也要去你舅舅家看看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没有接咱们。好，母亲，都听你的。沈飞没有第一时间出城去看自己的田地，王主簿把沈飞的户籍落到了距离长安城最近的一个村落，在长安城西面的长乐村。沈飞现在身无分文，只能先找找有没有赚钱的门道。他最能拿出手的就是自己研制的药剂，目前只有这个能拿出来换钱。可是街上都是人，也不能抓过来一个人就问人有没有病。还有他的药剂可是很珍贵的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买得起的，还是要找有钱人的买家。沈飞背着小福宝直接来到京都最有名的医馆前。沈飞背着孩子直接坐在路边的地上歇脚，顺便盯着从医馆出来的人。他正在寻找他的目标客户。德胜医馆的伙计早就发现门口有个穿着破烂的女孩了，这人已经坐在外面有半个时辰了，一直盯着他们德胜医馆瞧。安南，你到底在看什么？你都盯了好久了。大少爷，您看那女人不知怎么回事，一直盯着咱们医馆看呢。你去后厨要几个饼子，给那个姑娘送过去。哦，是，大少爷。你有什么事儿？这个饼子你拿着，不要在我们医馆这里停留了。谢谢你了，我不是乞丐，我留在这里是有事要做。哦，姑娘你别误会，我没有说你是乞丐，这饼子是我们少东家给你的，你要是饿了可以先吃了垫垫肚子。那给我吧，正好我也饿了。小哥，你们这么大的医馆，怎么没有大人物来看病呀？姑娘，您是外地来的吧？我们德胜医馆虽然有名，但长安城稍微有点家底的人，有人病了都是把大夫请到家里的。那你说的那些大人物更是如此了。唉，那我不是白等了吗？哦，姑娘是在等什么人吗？说出来我或许能帮助到你呢。我有一种药，专治那种病入膏肓的人，就算马上要死的人，喝了之后都能多活2年。姑娘，这大话可说不得呀，我们德胜医馆的人都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呢。看来今天是没指望了，还是先填饱肚子要紧。自己吃着饼子，又想到了小福宝，好久没喂奶了。小哥，我的孩子也好久没吃奶了，
我能不能借用你们的一间屋子用用，给孩子吃口奶？哦，你随我来吧。到底是谁呀？竟然这么造孽！这姑娘有13岁吗？少爷，那妇人年纪不大，口气倒是不小，竟然说她有一种药，就算病入膏肓的人也能救回来。少爷，你说这好不好笑啊？宋燕想到了祖父的身体，早年祖父作为宫里的太医，那医术更是了得。只是由于早年伤了身体，现在已经药石无医，或许可以试一试。多谢公子的帮助。沈姑娘，你说你有一种药可以治疗病入膏肓的人，是真的吗？确实有，但是不便宜，一支要3000两银子。你竟敢狮子大开口！那请问你们的100年人参卖多少钱？50年的人参500两银子，100年的人参要2000两银子呢。那要是500年的人参呢？500年的人参呢，至少要3万两银子。沈飞顿时觉得自己药少了，还真是不知道这时候的物价呀。我的药可比500年的人参还要珍贵，我就只报了3000两银子，已经很亏了。宋燕听到沈飞敢报这么高的价，心里却安心不少。这是真有本事的人才敢报的价。沈姑娘，这个药我要了，你现在就卖给我吧。沈飞立即点头，然后装作在小包袱里面掏了掏。沈姑娘，这就是你说的药剂？沈飞点了点头。宋燕这时候确实有点为难了，先不说这药剂不便宜，就是这怪模怪样的，还是蓝色的，这能给祖父喝吗？你要是不相信，我可以和你一起走，等病人喝了管用之后再给我钱。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咱们现在就走吧。那好，咱们这就走。少爷呀，就是心眼少，什么鬼话都相信。沈飞抱着孩子跟在宋燕身边，两人一起走进宋家之后，就引起了几房的重视，特别是宋燕的母亲柳氏。这小子是不是惹了风流债回来？哎呦，这可怎么办才好啊？这也不知道人是哪家的丫头，好不好相处？夫人，要不然咱们先去见见那女人。好，咱们现在就去。此时宋燕也正带着沈飞往柳氏的春晖堂赶去。沈飞毕竟是女眷，她一个外男照顾沈飞确实是不合适，而且说服祖父服药还需要一定的时间，那么这段时间就要留沈飞在府里住几天了。沈姑娘，等到了我母亲的院子，你就安心的住下，她会安排好你的住处。少东家放心，我没有意见，都听你的。母亲，我正要找你呢，我带来个人给你看看。这越担心傻没傻，这个死小子，这给他找了那么多好人家的姑娘他不选，如今就找了这么个这么个。柳氏的视线掠过沈飞，直接对上了小福宝圆溜溜的大眼睛上。柳氏看到这双眼睛，再看看儿子的那双大眼睛，还真像。完了，你们跟我来，你们都下去吧。白芷啊，你在外面守着，不准任何人进来。是，夫人。母亲，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不必如此。小福宝原本在四处打量，被这声音吓了一跳，顿时就哇哇的大哭起来。哎呦，小乖乖，别哭了啊！祖母不是故意的。母亲，你在说什么疯话？哦吼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宋燕是我崽的爸爸？娘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人都带回来了，孩子都有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给你选的你不要，你自己看中的你倒是先带回来给我看看呀，这怎么能等孩子都有了才回来呢？来，我来看看我的乖孙孙。沈飞也没有拦着，他现在也怀疑呢，该不会这人就是原主找的野男人吧？不过原主怎么一点载在父亲的记忆都没有呢？真是的。娘，你误会了，我和沈姑娘今日才第一次见面，这孩子也不是我的。沈姑娘，你说是不是？咱们今天才第一次见。你说是就是吧。怎么回事？这沈姑娘该不会是想赖上我吧？母亲，你听我说，我真是第一次见他们母子俩，他们和我也没有关系。白芷，你请刘嬷嬷过来。是，夫人。少东家，
你去过北地吗？辽东郡那边？去过，去年的10月去的。我是去那边收药材，那边的人参药效非常好。怎么了？这不是巧了吗？算算时间好像也对得上，要不要验一下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哎，真是失策了，失策了。这姑娘好像真是要赖上我了。他发现在这里已经解释不清了。母亲，总之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孩子也不是我的，你不要多想。你要是实在喜欢他，就认个干孙子吧。说完就一溜烟儿的跑走了。柳氏这时候完全没有搭理跑走的儿子，而是抱着小福宝不撒手。夫人，刘嬷嬷到了。刘嬷嬷，你过来查查看我的乖孙孙。白芷啊，你快去打一盆热水过来。白芷听到吩咐后，立即又跑了出去。刘嬷嬷给小福宝做了检查。夫人，孩子很健康，就是这照顾上不是那么妥帖。你看看这孩子的红屁股，就是长时间捂住的后果啊。哎呀，沈姑娘，你是怎么照顾孩子的？柳氏几眼看过去，也终于看清了沈飞的样貌。刚刚注意力一直在小婴儿身上，这一打量就发现沈飞瘦弱得很。现在看到沈飞和他的小女儿一般大小的样子，在心里暗骂儿子不做人。沈姑娘，你今年多大了？14了，过年就15了。柳氏点头，那就是长得显小了，这个年纪生孩子也是有的。沈飞一边回答柳氏的盘查，一边看着刘嬷嬷给小福宝洗澡，看他熟练的动作，也急忙学着点。老嬷嬷，为什么要拖着脖子这里啊？小婴儿的头这儿啊，要特别的注意，他现在太小，脖子这里没力气，也支撑不起来，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。沈飞听得非常仔细。白芷，你带沈姑娘下去梳洗一番。还有啊，这人就先安排到青松院，这几天啊，你就先听沈姑娘的吩咐。是，夫人。芝林，我真的被人缠上了，直接喜当爹。怎么回事？仔细说说。就是因为这瓶蓝色的药剂，我今日认识一对母子，那女人说她有药可以治百病。给我看看。这样的瓶子在那日的破庙里他见过。你再说说那俩人的体貌特征。你认识那女人？宋燕非常好奇，不过她也没有隐瞒，于是就把怎么认识沈飞，怎么把人带到家里，又怎么被误会的事情交代了一遍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大人和孩子都在我家，就是这药剂要3000两银子，我不知道是否要给我祖父喝。你是怀疑这药的药效还是其他？原本我还是有些相信的，那母子的身体我已经把过脉了，按理说才生产完不会这样健康，所以那药剂的作用我信了大半，只要说服家里人就好。如今那女人似乎要缠上我，我就有些迟疑了。那这个药剂让给我算了，那这是3000两银票，给你。你真的相信那女人的话？哎，不对啊，你怎么好像认识那对母子呀？唐之玲没有隐瞒，把自己在破庙遇到沈飞的事情说了一遍。我觉得他说的大概率是真的，我在破庙里看到了空的药剂瓶子，应该是他们母子俩亲自尝试过的。那也好，那母子俩也很可怜，我先把钱给他们。唐之玲点头，没有犹豫地打开，然后直接就喝了下去。你怎么不找人试一试？难道还能比过去的情况更糟糕吗？宋燕想到了唐之玲毒发的情况，就闭了嘴。怎么样？喝下去有什么感觉？唐兄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这药有问题？别担心，那药好像管用。宋燕一把抓过唐之玲的手腕，开始给她把脉，然后仔细感受。哎，好像是真的。唐兄，你身上的毒真的解了。宋燕，你回家再去问问，那药还有没有？我还想再要2支。好，我这就回去问问。娘，沈姑娘你安排到哪个院子了？怎么？现在怎么又关心上了？你不是不承认吗？母亲，那位沈姑娘是新寡，你不要再胡乱猜测了。你怎么不早说啊？你怎么不早说？娘，我能当着人家的面说她是寡妇吗？哎呀，那你带回来干什么？
你这平白无故的带一个年轻女子和孩子，这谁不会误会啊？哎呀，这现在想必整个宋府都在猜测呢。柳氏没好气地说道：人在青松院呢，我不管你带回来干什么，明天一早就把人送走。好，娘，我明天就让他们母子离开。沈姑娘，沈姑娘！啊，是宋燕，她是不是给我送钱来了？少东家，你回来了，太好了，咱们进来谈。沈姑娘，这是3000两银子，你收好。你说服你祖父服药了？怎么样，有效果吧？沈姑娘，很抱歉，那瓶药我卖给我的朋友了，他从前身中剧毒，没想到你的药竟然也能治，真是太好了。还能解毒啊？这我还真不清楚。但是这药剂能够改善身体机能，修复身体，是可以长寿的。一般身体遭受巨大创伤才是最有用的。沈姑娘，这药剂你还有吗？我想买4支，我朋友要2支，我家要2支。沈飞被宋燕眼中的狂热吓到。是了，在没有能力自保的时候，怀璧其罪是最危险的。他不能暴露太多。少东家，我这药很珍贵，也是偶然之间才获得的，一共就5支，现在就剩下2支了。宋燕虽然有些失望，但听到还有2支，心里微松，只能让堂兄失望了。好，我全要了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这就去给你取钱去。好，多谢。沈姑娘，让你久等了，你数数看，这是6000两的银票。正好，没问题。然后从袖子里拿出了2支蓝色的药剂。少东家，这药很珍贵，一定要用在刀刃上。我明白。少东家，既然你朋友已经试过药了，想必你也知道药效，我想明早就离开了，不知可否？当然可以。有个蚊子。哎，好疼！沈姑娘，你干什么？抱歉，是我看错了，我的手也是粗糙，刮到你的头发了。这女人是当她傻吗？那么一大把头发，肯定是故意的。说走的是你自己，我只不过是应承的太干脆了。非常抱歉，少东家。宋燕摆摆手，急忙离沈飞远一点。沈姑娘，那明早我过来送你们母子。好，希望可以早一点，我也赶着离开。沈飞回到房中，就看了一眼小福宝，这小子睡得很沉，然后就闪身进了空间。他快速地给宋燕和小福宝做着实验，半个小时后结果出来了，2人果然没一点关系。第2天，天刚刚泛起鱼肚白，沈飞就听到了敲门声。少东家，好早呀。我是不是来得太早了？没有，时间刚好。等我一下，我去抱孩子。好，我在这里等你。少东家，咱们走吧。别总叫少东家了，叫我宋大哥吧。那我叫您宋公子吧。看来这女人好像要跟我划清界限，没有想要赖上我，是我自己多虑了。沈姑娘，我派车夫赶马车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离开。还有，宋公子，我的药剂一经售出，是不能退的。好，这个道理我明白，沈姑娘放心。小娘子，你是来卖身的吗？打算卖多少银子啊？谁要卖身啊？我是来租房子的。你的租房预算是多少钱？长安的房价可不便宜，你有钱吗？沈飞觉得这个牙行不行，这对人的态度也太差了。算了，我不租了。呸！一个小乞丐婆子还想租房子，真是想得美。沈飞上下扫视一眼自己的穿着，确实是太旧了，被人看低了。于是他背着孩子转身就去了布庄。老板，我想要几套成衣。布庄老板是个和善的中年妇人，他上下扫视一眼沈飞的身形，就给他推荐了几身合适的衣服。老板，我能在你的铺子换下新衣吗？当然可以。于是沈飞抱着孩子就去了里间。片刻后，沈飞一身清爽地出来了。老板，这些都算下去。还有，我想要2床被子，还有一些小婴儿的衣服、小被子等物品。好，都有。我们这的东西啊非常全。
随后沈飞是提着2大包裹出来的。沈飞在布庄一共花了38两银子，这也让他感受到这钱不经花，长安城的物价还是很高的。沈飞在没人的地方把被子都放进了空间里，然后又重新找了一家牙行。大叔，咱们长安城的房子怎么卖的？小姑娘，你想在什么区域买房？想要买几进的房子啊？这3进的大房子大概在5000到8000两左右，这还是西城普通的地界。要是在东城区，3进的房子就要上万两了。大叔，我就要2进的宅院就可以，也在西城区就行，要距离西边的延平门近一些。还真有，嘉惠坊和代贤坊都有空宅，咱们可以过去看看。好，那咱们就过去吧。于是沈飞坐着马车跟着牙人去看房了。一圈下来，沈飞还是更满意嘉惠坊的宅子。大叔，我就要嘉惠坊的这个小院子了。小丫头好眼光，嘉惠坊就在长安县县衙对面，住在这里可是安全的很呐。那个宅子真的不能再便宜点吗？小丫头，那房子真不贵呀，一个2进的宅院才要2500两，已经很便宜了。大叔，那也不能一点都不往下降呀，要不然你送我个大头吧。哦，什么大头？大叔，你们牙行是不是也有下人？送我2个下人呗。牙人在心里琢磨，这一单生意确实是有赚头，一个下人的卖身钱确实不贵，好些小丫鬟收上来也才3、5两银子。好，那就送你2个下人，你和我一起去挑人吧。好，大叔，那咱们现在就走，争取今天把手续都办好了。这位姑娘想买人回去伺候，你们要好好的表现。沈飞背着孩子在这些下人中寻找。你叫什么？姑娘，这是二妮，你看她这身板，能干重活的。沈飞看着非常热情的张牙人，有些奇怪，这姑娘是不是有什么毛病？二妮哪里都好，就是有点能吃。能吃？一顿能吃多少？我每顿只需5碗饭即可。二妮说的还是有些保留，如果可以敞开了吃，她其实一顿可以吃10碗饭。姑娘，你买了我吧，我力气很大，什么都能干。好，那就要你了。沈飞继续转悠，就看到了一个脸上有疤痕的妇人。你会做饭吗？我会。会带孩子吗？我会。就要这2人吧。姑娘，求求您了，我还有个儿子，您能一起买了他吗？沈飞转过头就看到了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，就是那个腿有些瘸的人。大叔，你看啊，我选的人都是你不好出手的人，那个男孩也送给我吧。那不行，送你2人，我原本就有些亏了。那我再添500文，怎么样？太少了，不行。那就再加500文，给你1两银子。您要是愿意，咱们就成交；那要是不愿意，我就再去别的牙行问问。行，成交。稍等，我这就去取卖身契。好了，你们3个一会儿和我一起走吧。是，小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姐，奴婢夫家姓谢，我儿子叫谢宇，我叫李彩和。那我以后叫你李姑姑吧。好的，都听小姐的。张牙人的动作很快，卖身契很快就拿了过来。姑娘，咱们现在去办手续吧。好，没问题。好了，现在你们就是我的人了，咱们先回家吧。李姑姑，谢宇的脚没看大夫吗？没有看，牙人不肯花这个钱。李姑姑，这钱你拿着，一会儿你就带着谢宇找个医馆看一看，他那么小，不能瘸了。玉哥儿，咱们找了一个好主顾呢。姑姑，咱们先在他家住下吧。好，咱们先回去认认门，然后再出来。走吧，这就是咱们的家了。我也是才搬进来的，什么都没准备。这里面的前院房间你们随便挑，后院是我的地方，明白吗？是，小姐。这钱你拿着，你去买3床被褥回来。现在的房间空得很，你们看着布置吧。
小姐，家里也需要买一些米面粮油，这些都是日常需要的。这钱你拿着，看着准备就好。姑娘，我不是要钱。李姑姑，我也是才生产完5天，现在有些劳累，这些事情就需要你们多操劳了。小姐，那你先回去好好休息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。好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要是不起来，我就进去了。二妮，你进来吧。小姐，李姑姑的晚饭做好了，可以摆饭了吗？好，你把饭菜送进来吧，我就在屋里吃。是，小姐。沈飞看着二妮儿灵活的背影，感慨道：“真是一个灵活的胖子。”他这也是混上了有人服侍的生活了。就这样，沈飞舒坦地过了好几天，他也算是变相坐月子，把没养好的精气神儿给补回来。就是小福宝有了李姑姑的照顾，现在都已经长胖了不少，人也白净很多了。谢宇这段时间看到沈飞好像长在床上一样，就有些担心。娘，那个姑娘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啊？李姑姑明白谢宇的担心，她也同样不想被转卖。这个家里小姐好像没有产业，然后还有他们3个仆人，二妮儿还吃得特别多。这么多天下来，李姑姑和谢宇2人都担心这个家的收入，还有能不能养活他们几个人。就这2瓶东西，你就花了6000两银子？爹，这药真是好药，绝对值得这个价钱。我是特意买给祖父喝的。你这小子不仅败家，竟敢把主意打到你祖父的身上了。看来不教训你是不行了。来人呐，把戒尺给我拿来。大哥，给你，早就准备好了。你妈，老子就想做做样子而已，全都是糟心的。哎，大哥呀，你就是对大郎太宽容了，才会让他这么大年纪了还无法无天的。三叔，我这真是给祖父准备的，这神药只有这2瓶了，才都被我留下了。如果咱们家不要，有很多人抢着要呢。哎呀，大郎，你就不要再骗我们了，你需要钱可以直说呀，这么偷摸的用了宫中的钱，可就不地道了啊！现在又编出这么烂的借口。三弟，这话不能乱说啊，我们大郎也是为了他祖父好，这就是神药。再说了，区6000两银子，我们大房还不放在眼里。喏，这是6000两的银票，这药啊，我们大房买了。大嫂，现在不仅说大郎卖假药的事情，还有他利用职务之便随意动用宫中的钱，这股歪风啊，可不能长。三叔，我再强调一下，这药真是神药，很是难得。吃了这药还能解毒，而且以后也不怕其他剧毒。那日我也是手中钱财不够，才用了宫中的钱，事急从权，而且这药也是给祖父吃的，从宫中出钱也是无可厚非。你拿个这么古怪的东西想糊弄谁呢？啊，三弟，这药好不好用我就试试，宋家都知道我伤了身体，我就给你们看看。好了，大哥，既然大嫂说这神药是你们大房买了，那这药就归你们了。正好大嫂也喝了1支了，大嫂带来的钱我们就拿走了。你怎么样？怎么这么冲动？有没有感觉哪里不对啊？没有哪里不是，我感觉我轻松得很，好得不得了。真没事儿。我来看看，你让开。宋太医仔细把脉，认真听。哎，好像真没事啊。大郎，你说这药真能百毒不侵？娘，要不然你试试我的毒药啊！放心放心，我还有解药的，确保万无一失的那种。就给我来个你最把握的毒。娘，我办事，你放心。淑云啊，这瓶药给我吧，给我研究研究。哎，这药现在是我的了，是我的嫁妆银子买的，和你们宋家没关系。宋太医听到了，心里就咯噔一下，自己的岳父身体也不好啊，媳妇这是不是要拿到他娘家去呀？淑云，你又不是大夫，要这个药也没用，还不如给父亲喝了呢。你快不要再说了，刚刚宋老二和宋老三的话你没听到吗？还有，他们会允许你给老爷子喝吗？娘，
你试一试这种毒药。柳氏接过一个小药丸，放在嘴里吃了下去。燕儿啊，你这毒药发作起来有什么症状啊？娘，这是解药，你赶紧吃了。这药吃了就是腹痛，会疼大概3个时辰。你这小子没个轻重，怎么不找个没什么病痛的毒药啊？娘，你有什么感觉吗？没事儿，我一点事儿没有。嘿，这药还真有用。哎，白芷，快去备马车，咱们回柳家一趟。爹，我娘这是要干什么去啊？剩下的那瓶药被你母亲拿走了，应该是要给你外公吃了。这他还真不好说什么，都是他的长辈亲人，而且祖父这边还真不好劝说，这就是命啊。小姐，咱们在长安城可有什么生意吗？没有。小姐，那咱们家以后靠什么生存呀？长安城的消费又高。小雨，不必担心，我在长安城外的长乐村还有田地。3人齐刷刷地看了过来，双眼亮晶晶。小姐，咱们秋天有粮食吗？沈飞尴尬地摇了摇头。口分田20亩，永业田20亩，我还没有去村里看过，还不知道分的是哪里。 3人一齐愣住，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不必在意那些小事，咱们今天就去长乐村看看地。好吧，一起看看，得早点和村长确定下来。好，咱们先过去看看。我看得先租一辆马车。二妮，你出去租一辆。好的，小姐，我这就去。请问有人在家吗？你找谁？夫人您好，我是来找长乐村的村长的，这是村长家吧？哦，我家就是村长家，你没找错。进来吧。当家的，家里来人了。夫人，这是给您带来的糕点。哎，这不能要，不能要。夫人，我一看你就很亲切，就感觉是我的亲戚一样。这糕点啊，您就收下吧，甜点籽儿。沈飞这番话让赵氏很高兴，于是也就顺势接了过去。请问你们是谁呀？我是长乐村的王村长，不知你们来的目的是？王村长，我是沈飞，这是我的户籍，我现在也是咱们长乐村的村民了。是沈姑娘呀，我这边接到了消息，就是看你一直没来，还以为是发生了什么事儿了呢。王村长，我那个时候身体不适，在城里休养了一段时间，现在身体大好了，就来了。那你来的时间正好，再有半个月就要收粮税了，如果你人不在，可就难办了。王村长，我的田地在哪里？我想过去看看，等交秋税的时候，我会交银两的。好，我这就带你们过去看看。王村长，那我的宅基地在哪里啊？这村子中间的好地点都被选了，只能是往村外看了。咱们这就走吧，你看着选选。好，多谢王村长了。沈姑娘，你的地就是这一块了。王村长，这一大片地都是吗？都是，这是你的口分田，永业田要更远一点。这地也没有王主部说的那样差呀，看看这片地多平整呀。小姐，这地不肥呀。哎，二妮，这已经很好了。王村长，剩下的地在哪里呢？众人又走了1刻钟才到。那这一片地呢，就是你的永业田了。王村长，那这个小山包也包含在里面吗？这永业田呢，一般是种植桑树、枣树的，因此大部分都包含矮小的山丘。从这边到那一片都是你的永业田。王村长，这口分田和永业田的区别是什么呀？口分田是种植谷物的田地，这等人死了或是迁到外村了，是要收回去的。那口分田是不可以买卖的。这永业田呢，一般都是用来种桑鱼枣树的。这永业田呢，要是有余可以出卖，不足呢可以买入。我明白了，多谢王村长了。不知道我的宅基地是在哪里？还有，
那这宅基地也算是我的，还是像口分田那样是村里所有的？那宅基地呢，就是村里的，建好房屋之后也只能买卖给村里的人。沈飞点头，那就是说不是自己的地方，不用花钱好好建造了。沈飞他们往回走，到了他的口分田那里，又停了下来。王村长，我的宅基地可以划在这里吗？姑娘啊，这里距离村子太远了，单独在这里建房太不安全了。我建议啊，你还是在村尾选一块地方吧。那好，那就选村尾那一块吧。王村长点了点头，他的动作也非常快，很快就找来自己的儿子开始量面积。沈飞也不懂，还是二妮儿体力好，跟着王村长等人去看边界。这地还真多呀！大禹朝规定，这土地不能浪费，如果你不耕种，不仅要交税，还要罚钱的。小雨，你说的是真的？谢雨点头，轻轻地了一声。可是我不会种地呀，我也不想吃苦。小雨，你说我把地租出去，收租子怎么样？你的地都是荒地，没人会租，而且还要交税，不划算。沈飞看着眼前的男孩，他好像听说那种家里有大官的人考上科举就可以免税的。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小雨，我看你挺聪明的，你去考科举怎么样？谢雨的心就是一紧，难道这女人看出什么来了？小姐，小雨是下人，怎么能参加科举呢？哎，那有什么呀？我把你们的卖身契还给你们呗，这样你们就是良民了。不过我是想要家里能出个秀才，或者是举人的，能给家里田地免税，那样小雨就要和我姓沈了。就叫沈玉吧，玉器的玉，我觉得玉比鱼好听。沈玉，名字不错。以我弟弟的身份参加科举，怎么样？好，我答应你，当你的弟弟沈玉。那太好了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咱们回去了，我就把你的卖身契给你们。好，那以后我就叫沈玉了。沈玉的小脸上有了坚定，他紧紧地攥住自己的小手，他一定会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。小姐，我回来了，地我们都丈量好了。王村长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客气个啥，以后都是一个村子的人了。王村长，我想在村里建个宅子，咱们能不能给介绍一个相熟的人呀？沈姑娘，我舅舅就是建造房子的好手，就是不知道你想怎么建造啊？那太好了，那就有劳大哥帮我问问，我就想建一个你家那样的宅子就行。那行，我帮你去问问，就是不知道沈姑娘下次什么时候过来。我明天还会过来的。王村长见俩人就这么把事情商量好了，也很满意。这个大儿子还不错，以后或许能接了自己的衣钵，继续当村长。安妮，我想把你的卖身契还给你。小姐，你不要我了吗？我保证，我以后都少吃点。安妮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呀是想要沈玉考科举，以后给咱们家的田地免税，所以我要把他的卖身契还给他。你们三个既然是一起的，我就想着把你们的也还给你们。小姐，我就不用了，我的卖身契你就帮我保管吧。小姐，就让沈玉恢复自由身吧，我也不需要的，现在这样的情况挺好的。那好，那就单办沈玉的事情。好了，咱们先回家吧，我肚子都饿了。是啊，我也饿了，肚子叫了好久了。那好，我回去就给你们做饭。第二天一早，沈飞吃过早饭之后，就提了2盒糕点，带着沈玉去了长安的县衙，来找王主簿来了。王叔叔，我来看您了。这是我特意起早给您买的糕点，您尝尝。哦，你是有时间了？叔，你都不知道，我那次进城的时候也才生产4天。唉，我本也是命苦，生产的时候还是在破庙里，本想着在您给我分了田地之后马上就去长乐村的，可是这身体受不住生病了，也是养了1个月才能起身。这不，我昨天就去了村里，村长大叔人非常好，已经把田地分好了。这不，
我今天就是来感谢您的。哦，那就好。我还以为你不满意我给你画的田地呢。叔，那哪能啊？我满意的不得了。叔，你听我说啊，我去了长乐村，看到你给我分那么平坦的地，还那么一大片，我满意的不得了。这丫头是什么意思？该不会是在说反话吧？那片地距离村子还近，随时都能照应着，真是太便利了。我都已经想好要种什么了，到时候有了收获就给叔送过来。王主簿看着沈飞真挚的小脸，终于确认了这孩子是在真诚地感谢他，他也终于高兴起来。听着沈飞继续吹着彩虹屁，心情真舒爽。这个大侄女儿还是有点用的，每次见了都让人很高兴。叔，你看我也就一个人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弟弟。我今天来就是想要让他把户籍落在我家的名下。什么？买了一个弟弟？是买了个弟弟。其实沈玉原来是我买来当下人的，可是我看这孩子脑袋挺好使的，我想着就让他当我的弟弟吧，以后要是能考个秀才回来，我家的田地就不用交税了。沈飞一脸天真地说道。王主簿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这丫头简直就是异想天开，为了不交税还能想出这个办法，也是个奇才呀。说怎么样？是我的办法不好吗？还是大禹朝不允许我买弟弟？还是允许你买弟弟？就是这孩子如果落在你户籍上，是不会分田地的，你要明白啊。沈飞点头。没关系，我就是想让他和我是一个户籍，以后考上秀才了也是一家人，就甩不掉我了。王主簿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他抬头看看天，觉得真是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今天就被他碰到一个，这小丫头还真不拿他当外人，啥打算都和他说了。卖身契带来了吗？和我一起进去吧。好。贤侄啊，你这买来的弟弟腿还不好使，你这眼光可不咋好啊。身有残疾的人是没办法参加科考的。叔，你说的我也懂，我这也就是手头紧，四肢健全的贵呀。我这个才花了1两银子，而且我问过大夫了，这小子的腿没大碍，养养就好了。哦，那就好。沈玉在后面一瘸一拐地走着，把两人的话听了个清清楚楚。他在心里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尽快把腿养好了。剩下的事情办得就很顺利了，就用了1刻钟的时间全都办好了。沈飞又是对着王主簿一阵吹捧，让他笑眯了眼，更是亲自把两人送出门外。沈飞和沈玉两人一起离开。王大人，您为什么对那个小姑娘那么好呀？图我开心。阿姐，你好像很推崇那个小主播。这你就不懂了，县官不如县管。我现在嘴巴甜一点，王主簿就会对咱们宽容一点，咱们也好办事。哦，还有啊，长乐村的王村长应该和王主簿是亲戚，咱们处好了，在村里也有个照应。你知道咱们新分的田地吧？还不是靠我的巧嘴得来的，要不然我一个女人带个小婴儿，怎么能这么容易就成了户主，分了田产呢？阿姐，我知道了。柳氏早起之后就觉得头昏沉沉的，一点精神也没有。到了用早膳的时候，喝了口鱼汤，更是开始呕吐。夫人，您怎么样了？这个久远的感觉让柳氏有些怀疑。去，把大少爷请过来。夫人，您是不是有了？刘嬷嬷，你说这可能吗？夫人，还是等大少爷过来给你把把脉吧。娘，你怎么了？燕儿，你过来帮娘把把脉。宋燕把手搭在柳氏的手腕上，然后就露出了吃惊的表情。娘，你好像怀孕了。什么好像啊？你倒是给个准信儿啊！这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什么好像啊？都说了让你好好学医，你就学了这么个半吊子。娘，你这是月份太浅了，我说不准。
等晚上父亲回来了再给你把脉吧。哎，不学无术，退下吧。娘，我有80%的把握。娘，你说是不是你喝了神药，身体才好的？燕儿，你有沈姑娘的消息吗？娘，我已经派人找了，还是没有消息。唉，也是我那天做的不对，早早就把人赶了出去。哎呀，我是让你把人送走，也没让你天没亮就赶人呐。娘，这还不是怨你？要不是你认为那孩子是我的，我会害怕招惹麻烦上身，就把人早早送走吗？哎，行了行了，赶紧走吧，就知道气人。沈姑娘，你想怎么建房啊？是全包还是半包啊？赵大叔，这怎么说的？有什么区别吗？全包呢，就是我给你买材料，我来出工人，你只需要付钱就好了。半包呢，那就是你自己找人买材料，我来指导干活，半包的价钱会低一些。赵大叔，我也不懂，我就想要村长叔家这样的房子就行，那就全包给你了，你看着出价吧。好，你这丫头倒也爽快，要是建造这样的5间瓦房，要80两银子。好，赵大叔，那就包给您了。这钱我要怎么付呢？那你只需要先给定钱40两就好了。沈飞和赵大奎商量好之后，赵大奎就离开了。他已经承诺了，只需10日就可以把新房子建好。沈飞又把今年需要交的赋税给了王村长，才坐着马车离开。马车缓缓地离开长乐村，沈飞抱着孩子上车的画面正被俩人看个正着。哎，夫君，你看，那个坐马车的人是不是孟夏那丫头啊？是她，就是这死丫头，怎么来这村子了？她是来找谁的？还有，她怎么有钱坐马车的？夫君啊，你说这丫头是不是傍上什么有钱的人家了？不着急，咱们仔细打听，只要她还在长安城，咱们总能找得到她。到时候也可以问问她哪里来的钱。还有啊，那丫头又不知道咱们不是她的亲爹娘，她要是有钱了，咱们可以找她要点银子花。夫君，你说的对，咱们就这么做。好了，咱们先去沈家，今天是女儿休息的日子，咱们正好可以看看她。芸娘在家吗？芸娘。芸娘从屋子中走出来，看到了从前的主子，还有些恍惚。娘，谁来了？哎呀，女儿，我的女儿呀，孟夏，孟夏。你是谁啊？放开我！你这个疯婆子！林香，不得无礼。夫人，咱们先进屋去吧，进去再说。好，进去说，进去说。夫人，三爷，请喝茶。芸娘，林香的身世你和她说过吗？娘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有什么身世？林香啊，不应该叫你孟夏，你是我们的亲女儿啊，你不是沈家的孩子啊。沈凌香大喜，看向芸娘。娘，她说的是真的吗？唉，是真的。你不是沈家的孩子，你是三夫人和三爷的孩子，他们曾经是昌安侯府的人。我是侯府的孩子，我是大家小姐呀。你真的是我的亲娘吗？是啊，孟夏，我是你亲娘呀。娘！凌香，当年长安侯府被全族流放，侯府的主子更是流放到了北地。夫人不想你受苦，就把我的孩子和你换了。现在夫人既然已经找过来了，咱们两家就把孩子换回来吧。什么？抄家？流放？娘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孩子，你放心，侯府已经平反了，我们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凌香脸色稍缓，平反好，平反好呀。他又满含深情地看着陈氏。孙恒把这个女儿的样子看个彻底。凌香，你就跟着三夫人回去吧。如今你虽然是国公府的丫鬟，但是也可以赎身，恢复自由身。娘，那我就和他们离开了。这么多年，多谢您对我的养育之情了。凌香想到了自己以后就是侯府的小姐了，就很兴奋。
他的身份变了，是不是就可以配得上国公府的少爷了？多谢你了，姨娘。三夫人，那我的孩子呢？唉，那孩子在北地的时候遭遇了胡人的迫害，不在了。当年我们给你留了钱财，也算是买下了那孩子的命。北地艰险异常，我们也是好不容易活着回来的。芸娘的脸上并没有痛苦之色，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芸娘，很抱歉，我没有照顾好那孩子。那就是那孩子的命不好，怨不得人。林香毫不犹豫地收拾了自己的东西，跟着孙恒夫妻离开了。大家过来，咱们开个家庭会议。小姐是要干什么呀？什么是家庭会议？沈飞没有解释，而是看着沈玉。沈玉，你会挑人吗？略懂一些。我觉得咱们家的下人太少了，我想要更多的人伺候我。小姐难道是觉得我偷懒了？不行，以后得勤奋点儿。难道姑娘嫌弃我做的饭菜不好吃，还想再找人？不行，我得再学点新花样。家里有多少钱啊？就让你这么糟？阿姐，我觉得咱们家的人口够多了，完全够了。沈飞直接拿出了500两银票递给沈玉。这钱你拿着，然后也听听我的安排。阿姐，你想要怎么做？找什么人？首先，我觉得家里得找个管事，出去办事得有个人吧。其次，还要有一个护卫或者护院，保护咱们的安全。你身边也需要一个小厮，以后送你上学的。家里也需要再买一辆新马车。小姐说的对，这些确实需要配置起来。我还需要几个种地的好手，让他们给咱家的田地干活。这些人，我希望你可以尽快挑出来。好，李姑姑和我一起去衙行挑人吧。哦，还有你上学的事情，也在长安城打听一下。我也不知道你学习的进度，等下人买好了，也打听看看你可以去哪里上学。小姐放心，我和少爷一起去挑人，准保能选到合适的。那就好。沈飞悠闲地吃着糖葫芦，靠在椅子上，不断地看着楼下人来人往的行人。他有一种去了现代咖啡馆的感觉，这感觉还不赖，以后可以经常过来放松放松。小福宝看到了，双眼滴溜溜地看着，时不时的啊啊几声，好像在说我也想吃。唐之玲走在街道上，一抬头就看到了在2楼的沈飞。唐之玲眯起眼睛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沈飞的脸清楚地记在他的心里，明明只有一面。不过想到了宋燕提供的药剂，应该就是这姑娘提供的。他已经得到了宋燕的最新消息，他娘因为吃了那管药剂，不仅身体也好了，居然又怀孕了。唐之玲的脚步一转，直接进了茶馆，也上了2楼。唐之玲现在的身体已经好了，毒也解了，但是她不想暴露出来，这样就可以麻痹国公府里的人。少爷，您不是很少听说书吗？怎么来这里啦？走累了，过来歇歇脚。你去五味斋，给我买一些我常吃的糕点过来。少爷，你自己在这里行吗？无碍，还有五阳在呢，你快去吧。好的，少爷，我这就去。唐之玲把平安支走以后，才站起身往沈飞那桌走去。沈姑娘，你不是那个变娇公子吗？这么巧？还真巧啊！沈姑娘今日还能出来喝茶，比那日的情况可好多了。不瞒您说，我那日是最狼狈的一天，正巧被您碰上了。哟呵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我的三哥吗？怎么身体好了，都可以来听说书啦？三哥，这该不会是你的孩子吧？哦，不对，你身体有病，大夫说你很难有自己的子嗣。这和你没有关系。三哥，你该不会看上有夫之妇了吧？直接找个有孩子的女人，直接当爹吧。这也不错，排捡一个大儿子。嘿嘿嘿。唐之玲装作气得很了，又开始咳嗽起来。唐之锦，不要胡说，否则我就告诉父亲。大家就是认识认识，一起拼桌喝个茶罢了。你要是愿意，也可以坐下来一起喝。
沈姑娘，打扰了，在下先行告退。您随意。唐之灵自己确实是有一个计划，只是现在不是商量的时候。吃呀，听说不嗑瓜子儿，总少点啥？你丈夫就允许你这么带着孩子出来听说书，出来喝茶？哈，你一小屁孩管的还真多呀。唐之锦很不服气，咱俩谁大谁小还不一定呢。不过他想知道更多沈飞的消息。这孩子是你的孩子？我的崽崽，可爱吧？那你丈夫呢？死了。那你现在不就是寡妇？唐之锦很兴奋，他终于抓到病秧子老三的把柄了。呵呵，以后这家伙就得听他的，否则他就把他和寡妇牵扯不清的事情告诉嫡母。唐之锦猛然站起身，脖子上挂的玉佩一下子就掉了出来。这个玉佩怎么和自己脖子上挂的这么像？小兄弟，你脖子上的玉佩是哪里来的？我们唐府的孩子都有这个玉佩。男孩女孩都有吗？唐家的孩子都有。沈飞眼中划过亮光，难道自己是唐家的孩子？不知道你们家是哪家？这位正是唐国公府的四公子，而我正是太府卿家的大公子。你们国公府有几房人呀？都有多少孩子呀？那个玉佩我看着不错，是哪一房都有吗？你想什么呢？那么好的玉佩，当然是只有国公府的孩子有了，那些旁支的哪有这个福气？我们国公府只有我父亲一人，也就是我父亲的孩子都有。不过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没见过世面，多问问。行了，时辰也不早了，我要回去了。武阳看到沈飞离开，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。赵伯，刚刚那女人是不是在套我的话？好像是。那女人太狡猾了。哼，等下次见到她，我一定好好问问她。还有，我觉得三哥怪怪的。那女人为什么总问你玉佩的事情啊？很不寻常啊。对，我就觉得哪儿不对。那女人就是打着我玉佩的主意，这女人一定是在算计什么。嘿嘿，我三哥没准被那女人缠上了。小姐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们回来没见到你，都急坏了。阿姐，你不应该独自抱着福宝出去。我就去了家附近转悠一会儿，又去了茶铺听说书，还挺有意思的。小姐，以后你出去了可以带着我安全。沈月，这些人都是你买来的？阿姐，他们几个是一家人，原来也在大户人家干活。他是刘三全，原来是外院的管事，他媳妇刘婶也是在内院伺候的，针线和厨艺都擅长。这个小男孩是他们儿子，是小双，这女孩是他们的女儿小喜。这三位是马家的父子，马大叔是种地的好手，这位是李家父子，李大叔原来在镖局干过，现在退下来了。这是他儿子李铁牛，也会些拳脚功夫。好，你们以后就听少爷的安排就是了。还有这住的地方，家里的前院房间你们自己安排吧。二妮和李姑姑，你们和我住在后院吧。阿姐，我住的地方已经安排好了，我觉得等咱们在村里的宅子建好了，马大叔一家可以过去住，顺便照看田地。你安排得很好。马家三父子也是听了咂舌，他们已经知道村里在建造新房子了，这么说他们以后还能住上新的砖瓦房，真是想都不敢想啊。好了，都散了吧，你们都是刚来的，也要自己习惯习惯，有什么不明白的事情就找大少爷和李姑姑两人。武阳这边听了好久的墙角，才悄悄地离开了沈家。怎么去了这么久？公子，在您走后，沈姑娘、四少爷和赵小公子也聊了很久。哦，他们都说了什么？武阳面无表情地把沈飞和唐之锦聊天内容学了一遍。就是这样，四少爷好像对沈姑娘很好奇。你说他们反复提起唐家的玉佩？是的，沈姑娘看到四少爷的玉佩之后，就向四少爷套了不少话。他对玉佩感兴趣。唐之灵想到了自己丢失的玉佩，心里有了怀疑。他由于喝了药剂，身体差不多已经大好了，
就是遗忘的那段记忆也会有些片段在浮现。他脑海里会浮现一个瘦弱的身影，那身形和沈姑娘倒是有些相似。唐之灵心里有些疑虑，还需要证实。武阳，你们当初是在哪里找到我的？公子，在北地的柳城郡。北地，柳城，有些巧了呀。哦，沈姑娘现在住在哪里？沈姑娘在嘉惠坊买了一个2进的小院子，今日又添置了一些下人。沈姑娘很会照顾自己，属下还打听到，沈姑娘买了一个弟弟，落在了她的户籍上，说是让她参加科考，想给家里的田地免税。还真有意思啊。沈妃的身世你有查吗？属下今日还没来得及。那好，明日你把她的事情都查清楚了禀报给我，包括她过去是什么人，为什么有了孩子，最好是能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。是，属下遵命。此时和孙恒夫妻一起回家的沈凌香心里是拔凉拔凉的。他以为孙家回京已经恢复了爵位，可是他的希望破灭了。看着这么小的小院子，沈凌香真是太失望了。娘啊，咱们侯府的爵位没有恢复吗？哎呀，梦夏，那爵位哪有那么容易恢复的？咱们现在能一家团聚已经很不错了。娘，我现在叫凌香，不要喊我梦夏了。陈氏看到女儿在知道自家的境况之后就拉下来的脸子，也乖乖闭嘴。陈氏现在有些后悔，如果当初没换2个孩子，让亲生的女儿一直在自己身边，情况会不会好一点？娘，娘，你有没有听我说的话？啊？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娘，我想问一下大伯父和二伯父家的情况，还有就是我现在回来了，是不是也要去给祖母请安呀？沈凌香不相信偌大的侯府就没有一点隐藏的手段，或许老侯爷在哪里还藏了钱财说不定。凌香，我们虽然把你认回来了，但你的身份还不能曝光。凌香，你听娘说，这当初啊是害怕你跟着去北地吃苦，这才换了孩子。可是那孩子的身份现在是外嫁女，是寡妇。什么？寡妇？我可不要，我不换。不是让你们换回身份，你就是想换也换不了了。啊？那是为什么？他在北地生活多年，和我们一起返京的王家和林家都是知道的。你们要是把身份换了，难保当年侯府换人的事不被发现，这可是欺君的大罪呀！要是被人知道了，咱们一家人的脑袋都可能不保。那就别换回来了，就这样吧。哎，乖女儿，委屈你了。娘，这也是没办法的。再说了，你们也是为了我好，我理解。好好好，这以后啊就要委屈你了，就说你是我外甥女，行吗？嗯，行，就这么决定吧。那以后我就叫您姨母吧，这样别人也不会怀疑。好，那就这么叫姨母好。好。陈氏虽然嘴上这么说，心里还是有些心酸。姨母姨父，我明日还要去唐府上工，现在想休息了。香儿啊，你这赎身的银子要多少钱？你还是不要当丫鬟了。沈凌香还有自己的打算，断然拒绝道：姨母，现在就算我想赎身，也要上面主子开恩才行，咱们不能操之过急啊。对，得找机会啊。哎呦，那就要委屈我儿了。哼，那姨母，我晚上住在哪个房间？香儿，你跟我来，我给你准备好了。孙恒看着母女俩的背影，心里沉了沉。他又不是陈氏，听不出亲生女儿的推脱。凌香这丫头完全是不想回来吃苦。孙恒想到这里，心情就更不好了。